大家好，很开心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声波塔的时间了。我们相聚此时，珍惜此时，也专注于此时，精进此时，希望能够延续到生生世世的每一个此时。请大家呢把广论打开，翻到341页第4行，看呢科判第4，须双修之因相。须双修是什么必须双修呢？对，是止观。所以呢，是止观必须双修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再看第4，须双修之因相。第4科就是要双修的因相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前面3个科判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修习止观的胜利。第2，显示此二，摄一切定。第3，什么？止观的自性。第4就是须双修之因相。然后第5，次第决定之理。第6是个别学法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完了修习止观的胜利、显示此二、摄一切定，还有止观自性这3个科判。今天我们就要继续往下学，请大家看广论。然后说修止观一种，看广论，何非完足必双修耶？在这里边呢，大师先提出了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不个别修持止观就可以了，而是必须要止观二者双修呢？那个别就是单修止或单修观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宗大师是怎么回答的。看书，答：譬如夜间围观壁画，尔燃灯烛，若灯明亮，无风扰动，乃能明见诸相；若灯不明，或灯虽明，而有风动，是则不能明见诸色。那么呢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，宗大师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在一个夜晚，然后我们呢去看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墙上的壁画，然后为了看清楚墙壁上的壁画呢，就必须要点燃灯火，要长一个灯。如果火焰极其明亮的话，而且壁画的地方没有风，不会风吹晃动火苗的话，具足这2个条件，我们就可以极为清晰的看到那个壁画了。那么呢，如果没有风，但是火焰不明亮，或者说虽然明亮，但是呢风吹着那个火焰会产生晃动的话，其实我们是无法清晰的看见诸色，就看见那个画。说必须在2个条件，风也不大，然后呢灯又很明亮，这样的条件下，我们才能看清楚壁画。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继续向下看。好，大家请看文。如是为观甚深一故，若具无道定解真义妙慧，即心于所缘，如欲安住而无扰动，乃能明见真实。那么解释一下这一段呢，就是说同样的要关键甚深意，如果也具足无颠倒的定解真实性的空性内涵的这种智慧的话，还有以及内心中能够随心所欲的安住于所缘，而且注意
不动摇。具足这两者的话，才能清晰的看见真实性。这真实性是指什么呀？空性。说如果不具足这两者，只具足其中的一者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会怎样？再看文，有找到行吧？若仅具有住心不散，无分别定，然无通达实性妙会，是离能见实性之眼，于三摩地任何熏修，然终不能证真实性。若虽有见能悟握真实性义，然无正定，令心专一，坚固安住，则无自在，为风动摇，分别封锁搅扰，遂终不能明见实义。是故双虚止观二品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在解释一下的话，第一种状况是什么呢？说如果只修止的话，注意只修止不修观，会有什么问题呢？说如果具有了心不散逸到其他的地方，然后能够安住于无分别定，但是呢，没有通达实性的智慧，由于远离了关键真实性的眼睛，因此我们就是非常辛苦的，我们再怎么样的串习三摩地，就修定，修多久，费了多少辛苦，修到多高的定，都不能正达真实，这是一种状况。那么如果只修观不修止，又会怎样呢？即使具有正无握真实义的这个正见，但是没有一心专注，就说坚固安住的这个定，就会无法自主被动摇的这个分别的风，注意被动摇的分别的风怎么样所扰乱，导致不能清晰的看见真实性的内涵。因此呢，止观二者都需要，不是只需要止，也不是呢只需要观，就只需要止就不要观，只需要观就不要止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止观二者必须要双修，都要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止观二者都必须要努力的需要的终极的那个原因，有想到吗？是什么？是想要现证空性吗？那么一定要现证空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说唯有现证空性，我们才能彻底的破除生死的根本自性执，而且连同烦恼的种子一并断除。断除了烦恼的种子之后呢，还能不能再生苦芽了？是不可以的，种子已经坏了。那么彻底的脱离了生老病死的苦海，再也呢不受死主的这个威胁，因为轮回三界的种子已经被坏掉。空性是什么？空性呢，就是解脱老死的破坏种子的那个唯一的妙药。这味药呢，才能治死病。而这味药的怎么吃法，必须要止观双修。再说一遍，空性的这个药怎么样能够尝到，怎么样吃，必须要止观双修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往下看原文。
如修字中边云，有找到行吧？为官离止，如风中烛。余却时心于境散乱，不能兼住，以是不生明了智光，故当同等习尽二者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为我们举了修辞中边中说，远离了寂止，就是远离了禅定，单独的圣观会导致什么状况呢？会导致瑜伽师的心散乱于外境，就像风中的烛火一般，不能兼顾，因而无法升起呢极其明晰的智慧光明。所以呢，应当相等的习尽止观二者，这是在修辞中边里的一个教诲。那么同样的，没有寂止，然后虽然修习圣观也看不清楚，妙一霄大师所造的色无色广论中呢，就举了一个譬喻。他这个譬喻呢也挺容易理解的。他说，由于身体摇晃太过剧烈的话，我们的心呢是看不清楚对境的。这个大家都有体会。如果像身体太剧烈，像那种旋转式的话，那可能什么都看不清楚了，只是一道光影而已。如果慢点的话，你也想定睛一件事也是很困难的。所以这个都是要说呢，身体不能摇晃太剧烈，就是要说我们是需要寂止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圣观才能更清晰。说如果我们想要彻底的证达甚深空性的话呢，其实就像在轮回的暗夜中举起火炬或者举起灯烛，那个灯烛，然后就容易看到壁画。这个壁画呢，就好比是空性，然后没有灯烛的话，就无法看到壁画。有了灯烛呢，但如果不稳定，仍然无法清晰的看见壁画。这个譬喻中呢，我再说一遍，在这个譬喻里边呢，无风比喻寂止，灯烛呢就比喻圣观，而且呢，要看的壁画就是比喻空性。这跟我们学习呢也有相同之处。然后就像我们在学习下士道啊、暇满的这个时候，首先呢就要很好的思维广论里面提出的这些八因三缘等等，了解其中的义理，并且专注在这样的内涵上。然后其实呢，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哪一个法类的次第呢，都需要这两个条件。虽然止观是不一定要圆着空性的，因为道次第各个都需要，但是对于希求解脱或一切变质的行者而言呢，空性是众多的法类之中呢最重要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的以空性为例，说明呢必须止观双修的原因。在观察甚深空性的时候，如果能够兼备，注意两点：第一个，无误的了知真实义的智慧，还有一心专注所缘的这个禅定力，这两个条件呢，就能彻底的明见实性。可是呢，假使只有一心不乱，却没有通达空性的智慧，那么即使用再长的时间精勤的修定，最终呢，也没法证得空性，就是你没办法解脱老死，没办法跳出轮回。因为禅定的力量不足以使我们超越三界，只有空性才行。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，就是虽然他有了一个明了无我的正见，可是缺乏坚固专注的禅定作为辅助的话，也无法彻底的明见实性，就是明见空性。因此呢，我们想要彻见空性，就必须止观双修呀。所以呢，奢摩他和比乌舍那两者，其实都是我们要去承办的功德。想到这一点，你们会觉得困难呢，还是觉得幸运呢？所以在这个人世间短暂的一生的旅程中，我们能够学到这样的教授，真是不是三生有幸的事情。
所以我们要承办奢摩他和毗婆舍那两者的功德。说如果只有观察空性的智慧，却没有奢摩他为我们驱除昏沉啊、掉举啊，这样的话内心就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思维空性，没办法持续，因为这个心是不听话的，你让它持续它会乱跑的，没办法持续就无法透彻的看见空性。所以呢，必须像一个没有被风吹动的烛火一样，透过奢摩他的力量，然后远离沉掉，才能够持续的注意，才能够持续的思维空性。只有奢摩他而没有毗婆舍那，就无法清晰的看见空性。如此呢，便无法远离生死轮转。所以奢摩他和毗婆舍那这两者呢，都是需要修的，而且是必须要修的。关于为什么必须双修止观的理由，其实后面还有很多。时间很快，然后今天就上到这里了。不知道大家听得还清楚吗？谢谢。